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午夜的嘉义火车站，冷风穿过空旷的候车大厅，卷起地上的几片泛黄传单，天花板上的灯光忽明忽暗，发出微弱的电流声，仿佛随时会熄灭。整个车站静得出奇，连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都不见踪影，只有一只野猫在角落舔着爪子，偶尔抬起头盯着某个虚空的角落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小林拖着行李箱走进大厅，鞋跟踩在地砖上的回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。他看了看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23点40分，最后一班慢车将在20分钟后到达。但他的心情并没有因为等车的结束而放松下来。怎么这么冷？小林低声嘟囔着，拉了拉外套。虽然是初夏的夜晚，但车站内的空气却透着一股阴冷，像是有人在背后吹着寒气。他走到候车大厅的长椅旁坐下，周围空无一人，连值班的保安都不见踪影。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大厅角落的一面老式镜子，镜子表面布满了细小的裂纹，像一张被撕碎的网。他本想整理一下头发，却猛然间发现镜子里多了一个模糊的影子。那影子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，身形瘦长，穿着一套铁路制服，头却低得不正常，像是肩膀上什么都没有。小林猛地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可能是灯光反射吧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加快。广播声忽然响起，沙哑的像是从旧式留声机中传来。最后一班列车即将进站，请乘客前往站台。声音的尾音拖得极长，像是在某种深渊中回荡。小林深吸了一口气，拉起行李箱朝站台走去。站台上空无一人，连工作人员都不见踪影。远处的铁轨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微光，像是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。小林站在黄色警戒线外，听着风吹过铁轨的声音，那声音低沉而悠长，像是某种无形的叹息。突然，他听到身后传来细微的脚步声，那声音很轻，像是有人穿着布鞋慢慢靠近。他回头一看，却什么也没有。有人吗？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，声音在空旷的站台上显得格外突兀。没有人回应，但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注视着他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火车汽笛声打破了寂静。远处的铁轨上出现了一道昏黄的灯光，列车正缓缓驶来。小林松了一口气，准备上车，却没注意到，在站台尽头的黑暗中，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正静静地站着，低垂着头，似乎在注视着他。列车缓缓驶入站台，车头的灯光刺破黑暗，将站台照得一片惨白。小林站在黄色警戒线外，等着车门停稳。车厢的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，隐约可见几张座椅的轮廓，但并没有看到乘客的身影。车门打开时，冷风夹杂着一股奇怪的气味迎面扑来，像是铁锈混合着潮湿泥土的味道。小林皱了皱眉，拖着行李箱走进车厢。车厢里空荡荡的，座椅上的布料已经褪色，边缘还有些破损。他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将行李箱放在座位旁。车厢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伴随着列车启动的颤动，似乎在摇摇欲坠。小林环顾四周，发现车厢的另一端站着一个人，那是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男人，身材瘦长，低着头，双手紧握着帽子。他站得笔直，却没有任何动作，像是一尊雕像。终于有人了，小林松了口气，但又觉得有些奇怪，这列车实在太空了，整个车厢只有他们两个人。他试探性地朝男人挥了挥手，先生，请问列车员在哪里？男人缓缓抬起头，动作僵硬的像生锈的机械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脸模糊不清，但那双眼睛空洞的让人发毛，像是深井般没有底。你看到我的头了吗？他的声音低沉沙哑，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，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寒意。小林的心猛地一沉，他强装镇定，挤出一丝笑容。你说什么？男人没有回答，转身慢慢走向车厢的另一端。他的脚步声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却像是踩在小林的神经上，每一步都让他更加不安。列车驶过一段隧道，车厢内的灯光突然熄灭，整个空间陷入了短暂的黑暗。
小林的呼吸加重，他死死抓住座椅扶手，耳边只有列车行驶时的金属摩擦声。几秒钟后，灯光重新亮起，他环顾四周，却发现那个男人不见了。他去哪了？小林心里一阵发毛，忍不住起身查看。他沿着车厢往前走，每一节车厢都空无一人，连列车员的身影也看不到。当他走到车厢尽头时，发现地板上有一顶旧式的铁路帽，帽子边缘沾着干涸的暗红色斑点，像是血迹。这是什么？他伸手去捡，却在触碰到帽子的瞬间，耳边突然响起那个男人低沉的声音：我的头在哪里？小林猛地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可他分明感觉到有什么冰冷的东西贴近了他的脖子，像是无形的手在轻轻触碰他的皮肤。小林的手指颤抖着从地上缩回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石头。他屏住呼吸，耳边那低沉的声音仿佛还在回荡：我的头在哪里？他紧咬着牙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定是我听错了，或者是错觉。他喃喃自语，试图用理性压制内心的恐惧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他慢慢退回到自己的座位。可当他坐下时，目光扫过窗外，心头猛地一紧。列车窗外的风景竟然没有任何变化，铁轨两旁的树木和灯光像是静止的画面，无论列车如何前行，外面的景色始终保持着相同的距离，仿佛他被困在一条无限循环的隧道里。这怎么可能？小林盯着窗外，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。车厢内的灯光开始变得不稳定，忽明忽暗的光线让整个空间显得扭曲而诡异。就在这时，他感觉到身后传来轻微的窸窣声，像是有人在移动。他猛地回头，空荡荡的座椅一排排延伸到车厢尽头，没有任何异常，可他分明听见声音越来越近。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，有人吗？他壮着胆子开口，声音却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。回答他的只有列车的嗡鸣声和那股逐渐浓烈的铁锈气味。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向座位旁的地板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地板上竟然有一串湿漉漉的脚印，从车厢的另一端延伸过来，一直停在他的座位旁。脚印的形状细长，边缘模糊，像是赤脚踩过积水留下的痕迹，但脚印的水迹却呈现出暗红色，仿佛是血。小林不敢再坐下，他拖着行李箱朝车厢的前方走去，想找到列车员或其他乘客。可随着他越往前走，车厢内的光线越暗，空气也越发冰冷，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他推开连接车厢的门，发现下一节车厢的座椅上散落着奇怪的物品，破旧的铁轨零件，泛黄的工作证，甚至还有几顶铁路工人的帽子，帽子上都沾着暗红色的斑点。他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心跳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。可就在他准备穿过下一节车厢时，车厢的广播忽然响起：请乘客不要离开座位，列车即将进入危险区域。广播的声音沙哑而诡异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篡改过，尾音拖得极长，甚至带着一丝隐隐的笑意。小林停下脚步，环顾四周，忽然注意到车厢的一扇窗户上倒映出一个模糊的影子。那影子站在他的身后，瘦长的身形低垂着头，双手微微颤抖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他猛地回头，身后依然空无一人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气息贴近了他的耳边，带着微弱的气流和低语：还给我！小林尖叫着冲向车厢尽头，拉开门进入下一节车厢，却发现这一节车厢和之前的完全不同。小林推开门，跨入下一节车厢，顿时愣住了。眼前的车厢和他刚刚离开的完全一样，褪色的座椅，昏黄的灯光，空气中弥漫的铁锈气味，一切都没有变化，甚至连他之前看到的那顶铁路帽和散落的铁轨零件都还在原位，仿佛他根本没有前进，而是被困在了某种诡异的循环里。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双手用力抓住门把手，猛地回头看向身后，可他刚刚离开的那节车厢门却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冰冷的铁壁，上面布满了锈迹和模糊不清的划痕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小林的声音颤抖着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某种超自然的困境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沿着车厢向前走去。然而，随着他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车厢中回荡，灯光开始变得更加不稳定，逐渐由昏黄转为暗红，仿佛整个空间被血色浸染。走着走着，小林忽然停下了脚步，他的目光被吸引到了一扇窗户上。窗外不再是铁轨两旁的景色，而是一片模糊的黑暗，隐约可见一些模糊的身影在其中游荡，他们的动作僵硬而缓慢，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。那些影子偶尔会转过头，露出空洞的眼眶，似乎正直勾勾地盯着他。小林猛地移开视线，继续往前走，直到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车厢深处传来：“还给我。”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像是刚刚听到的耳语，又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。他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发现车厢尽头的座位上坐着一个模糊的身影。小林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壮着胆子慢慢靠近。那是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男人，他低着头，双手紧紧抓着膝盖，像是在承受某种极大的痛苦。他的肩膀微微颤抖，头发凌乱，制服上沾满了暗红色的污迹。你是谁？小林试探性地问道，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颤抖。男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抬起头。当小林看清他的脸时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是一张极度扭曲的脸，五官像是被强行拼接在一起，嘴角裂开到耳根，露出一排尖锐的牙齿。而最可怕的是，他的头顶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痕，像是被什么重物劈开过，鲜血顺着裂口缓缓流下。还给我！男人的嘴一张一合，声音像是直接在小林的脑海中炸开。小林猛地后退，脚下绊到了什么东西，跌坐在地上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地上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铁路工人，站在嘉义火车站的站台上，脸上带着腼腆的微笑。照片背后用血红色的字迹歪歪扭扭地写着最后的任务。他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，列车的脱轨事故，铁路工人的死亡，深夜的无头轨，一切似乎都有了联系。可就在这时，男人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动作僵硬而迅速，他的头微微向一侧歪着，双眼死死盯着小林，嘴角裂开的弧度越发夸张。你就是最后一个。小林的呼吸急促，手指死死抓住地上的照片，仿佛那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他的脑海中一片混乱，男人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回荡：“你就是最后一个。”最后一个？什么意思？小林颤抖着问，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。男人没有回答，只是一步步朝他走来。他的脚步声轻得诡异，却像重锤一样敲击在他的心脏上。别过来！小林尖叫着站起来，猛地向后退去，可他的背碰到了车厢尽头的铁壁，退无可退。男人停在他面前不到1米的地方，低垂的头缓缓抬起，他的脸上布满了裂痕，仿佛随时会崩碎。他伸出一只手，手指干枯而僵硬，直指小林手中的照片。还给我！小林低头看向照片，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：火车的脱轨事故，车厢里惨烈的尖叫声，男人的头被甩出窗外，鲜血洒满了车厢。你是那场事故的铁路工人？他颤抖着问，声音里带着不确定。男人的头微微点了点，裂开的嘴角扯出一个诡异的弧度。是的。小林的脑海中开始拼凑起关于那场事故的片段。多年前，嘉义火车站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列车脱轨事故，数十人死亡，其中包括一名铁路工人。他为了保护乘客，最后一刻跳上了即将脱轨的列车，却被巨大的冲击力夺去了性命，而他的头从此不知所踪。你是来找你的头的？小林试探性地问。男人的眼神变得更加阴冷，他的手指颤抖着指向车厢尽头的一扇门。在那儿。小林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那扇门看起来和普通车厢门没什么区别，但门缝里隐约透出一种暗红色的光，像是鲜血在流动。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可在男人冷冷的注视下，他不得不迈开步伐，一步步走向那扇门。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门后并不是下一节车厢，而是一间狭小的储物室。房间中央放着一个生锈的铁箱，铁箱的表面布满了划痕，锁孔里塞满了干涸的血迹。打开它，
男人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低沉的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。小林颤抖着伸出手，摸到铁箱冰冷的表面，他用尽全力扭开箱子的锁，铁箱的盖子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被缓缓推开，里面是一颗腐烂的头颅，头颅的皮肤苍白发青，眼睛紧闭，嘴角微微张开，似乎还残留着生前最后的呼喊。小林顿时感到胃里一阵翻腾，差点跪倒在地。还给我男人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而愤怒，他的身影出现在小林的背后，双手伸向铁箱，像是要抓住那颗头颅。小林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惊恐地看着男人将头颅捧在手中，他的脸上露出一种诡异的满足感，裂开的嘴角竟然缓缓闭合。他低头将那颗头颅慢慢对准自己的脖子，别小林想阻止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头颅与男人的身体结合的瞬间，整个车厢内的灯光骤然熄灭，黑暗中，小林只能听到男人发出低沉而诡异的笑声，仿佛得到了某种解脱，终于完整了。他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最后彻底消失。当灯光重新亮起时，小林发现自己站在嘉义火车站的站台上，周围的人来来往往，车站广播播放着熟悉的列车信息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，仿佛刚才的经历只是一场梦。可当他低头看向手中时，那张泛黄的照片依然在他的掌心，而照片上的铁路工人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白。小林的心中升起一阵寒意，他隐约感觉到自己并没有真正逃离那列车。小林呆站在嘉义火车站的站台上，周围的人群熙熙攘攘，广播里机械的声音不断重复，开往台北的列车即将进站，请乘客提前检票。我回来了，他喃喃自语，握着照片的手指微微颤抖。刚才那种冰冷的恐惧还未散去，现实的喧嚣却已经将他包围。他抬头环顾四周，车站的一切都和他记忆中的一样，高挂的钟表显示着晚上11点，便利店的霓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，甚至连角落里睡着的流浪汉都没有变化。刚刚的一切是梦吗？小林试图说服自己，可手中那张泛黄的照片却像一根刺，提醒着他刚才的经历是真实的。列车缓缓进站，刺耳的刹车声在站台上回荡，车门打开时，一阵熟悉的铁锈气味扑鼻而来，小林的身体僵住了，那种莫名的寒意再次涌上心头。他后退了一步，脑中闪过无数警告的声音，不要上车，不要再踏上那列列车。可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，耳边突然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回到车上。小林猛地回头，发现站台上没有人注视他，只有一片来往的行人，但那声音却无比真实，像是贴在他耳边低语，又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。回到车上，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带着不容抗拒的命令。他的脚步仿佛不受控制，朝着列车缓缓走去，他的心跳如擂鼓，理智在脑海中疯狂呐喊，别上去，快跑！可当他站在车门前时，车厢内的景象让他愣住了。里面不是普通的座位，而是空荡荡的铁轨，铁轨上散落着破碎的车厢残骸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。远处的铁轨尽头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身影正缓缓向他招手。你回来的正好。声音从车厢深处传来，低沉而熟悉。小林的眼睛瞪大，他认出了那个声音，是那个无头男人。他想转身逃跑，可身后的车门已经悄无声息地关上。列车缓缓启动，站台的景象迅速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模糊的黑暗。你不能走。男人的声音变得清晰，回荡在整个车厢中。你还没有完成你的任务。任务？什么任务？小林惊恐地问，声音颤抖得几乎听不清。你是最后一个。男人的声音带着一丝诡异的笑意，只有找到我真正的头，才能结束这一切。可是刚才我已经把你的头还给你了。小林大声反驳，泪水从眼眶中涌出。男人的身影逐渐清晰，他的脸依旧布满裂痕，双眼深陷，嘴角扯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。那颗头不是我的。小林的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，不是他的头，那颗头到底是谁的？他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诡异事件？这列车上还有更多的头需要找到。男人缓缓靠近，
冰冷的气息几乎贴在他的耳边。你必须找到他们，才能离开。小林摇着头，眼泪止不住的流下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要让我做这种事？男人的声音低沉而平静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因为你上了这列车。灯光再次闪烁，车厢内的景象变得更加诡异，每一排座椅上都出现了模糊的影子，那些影子低垂着头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小林绝望地看着这一切，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，他再也无法逃离这列诡异的列车了。列车在黑暗中飞驰，车厢内的灯光忽明忽暗，映照出那些低垂着头的影子，他们的轮廓模糊不清，却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小林站在原地，手脚冰冷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最近的一个影子上。那影子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身体僵硬，头微微向一侧歪着，像是被什么力量强行固定住了一样。他们是谁？小林鼓起勇气问，声音里满是颤抖。男人没有回答，反而用手指指向那些影子。他们和你一样，都是曾经上过这列车的人。什么？小林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些影子。他们还活着吗？男人冷笑了一声，语气冰冷。他们早就死了，只是他们的头还没有被找到，所以永远无法离开这里。小林感到一阵眩晕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他盯着那些影子，发现他们的形态开始发生变化，有的影子头部轮廓出现了裂痕，有的影子甚至没有头，只有一具模糊的身体。这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手心开始冒汗。你以为自己可以逃离这列车？男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。你和他们一样，都是命运选中的人。小林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疑问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会被选中？男人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缓缓说道，你应该问问自己，你是否也带着某种罪上了这列车？罪？小林愣住了，脑海中开始回忆自己上车前的情景。他的记忆逐渐模糊，却又像被撕裂开的一张画卷，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一些片段。一个深夜的争吵，一场仓促的离别，一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。我没有罪！小林突然大喊，试图否认男人的话。男人冷冷地看着他，裂开的嘴角扯出一个诡异的弧度。每一个上车的人都这么说，但他们最终都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。小林的心跳加速，他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慌，仿佛男人的话击中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角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影子突然动了，他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一张模糊不清的脸。那张脸上没有五官，只有一片空白，却散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影子僵硬地站起来，朝小林的方向缓缓走来。他想干什么？小林惊恐地看向男人，男人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影子靠近。他的眼神中透着一种冷漠，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。影子停在小林面前，空白的脸对准他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小林屏住呼吸，不敢动弹。就在这时，影子突然伸出一只手，手指干枯而扭曲，指向他手中的照片。他想要这个。小林低头看着照片，心中充满疑惑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将照片递给了影子。影子接过照片的瞬间，他的轮廓开始变得清晰，模糊的脸上逐渐显现出五官。那是一张年轻男子的脸，带着一丝痛苦和哀伤。谢谢。男子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带着一丝解脱的意味。随后，他的身体开始慢慢消散，最终化作一缕白烟，消失在空气中。他离开了。小林难以置信地问。男人点了点头，他找回了自己的头，所以可以解脱了。可是，小林看向车厢里的其他影子，他们呢？他们的头在哪里？男人的眼神变得深邃而冷漠。这就是你的任务，找到他们的头，或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